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球哥说。近年来，中国篮球界经历了不少至暗时刻。从2023年年初的新疆队退赛后又重新回归，到上海和江苏队的假球丑闻，再到 U17 女篮在33分大胜的情况下却只能获得亚军。随后，男篮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更是让人不禁联想到国足的窘境。紧接着 NBL 联赛还被爆出冠军早已内定。最后，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女篮止步于小组赛，男篮更是连奥运的门槛都没能跨过。这一桩桩一件件，简直可以说是精彩纷呈，每一件都让人瞠目结舌。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一一细数近年来中国篮球界发生的5大离谱事件。第5件，新疆与周琦的纠葛。2023年3月，新疆男篮的一纸公告宣布退出 CBA， 这一消息瞬间引爆了整个中国篮坛。而紧接着，周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长文，指责新疆男篮的不道德行为，使得事件更加扑朔迷离，令外界一头雾水。其实，早在2017年，周琦曾帮助新疆男篮拿下 CBA 总冠军，带领球队夺得队史首冠。随后，他在新赛季登陆 NBA， 然而短短1年后便被火箭裁掉。回归 CBA 后，周琦与新疆队续约了2年，而在这段时间里，新疆队对周琦的投入已经超过了4900万美元，其中仅购买美国进口营养品就花费了近1000万元。时间来到2021年，周琦与新疆队的合同到期，由于 CBA 限薪政策的影响，周琦留在新疆所能获得的薪水与之前的2000万相比就已经大幅缩水，最后只能达到720万元。面对这样的薪资，新疆队又没有夺冠的实力，周琦便萌生了离队的想法，希望恢复自由身，去其他球队争夺冠军。然而已在周琦身上投入巨资的新疆队显然不愿意轻易放他走。根据2018年的 CBA 出台的新规，新疆队拥有周琦的顶薪续约权，只要他们开出顶薪，周琦就无法离队。这一情况让周琦团队非常不满，最终双方彻底撕破脸皮。周琦实名举报新疆队存在主体混同、违反工资帽规定等问题，并向 CBA 提交仲裁。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周琦败诉，导致他一度无球可打，只能远走澳洲，在 NBL 联赛的墨尔本凤凰队效力。人在他乡的日子并不好过。2022年底，周琦离开了凤凰队，回到中国。回国后，他一度在海南冲浪，在四川打高尔夫，但始终没有参加比赛。眼看世界杯备战在即，作为国家队核心的周琦，如果再不归队，这对中国男篮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在2023年2月，篮协终于出面干涉，认为新疆男篮存在严重违规行为。周琦的举报成功，他得以恢复自由身。然而，这种人财两失的处罚让新疆男篮极为不满，他们坚决表示不服，并进行了申诉。然而篮协并未理会，新疆队愤而宣布退出 NBA。怒斥篮协管办不分，认为其阻碍了篮球事业的健康发展。对此，篮协主席姚明也只能表示遗憾。但最终谁又会与利益为敌呢？仅仅半个月后，新疆队便宣布重返 CBA， 且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在篮协的协调下，各方求同存异，新疆最终将周琦交易至广东队，换来了赵睿。这场历时4年的纠纷虽最终得到了化解，但也无情地揭开了中国职业篮球日益成熟的遮羞布。第4件，上海江苏假球事件。2023年4月14日 CBA 季后赛首轮第3战，上海与江苏上演了一场拙劣的假球表演。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原本领先4分的江苏队接连出现低级失误，短短几十秒内便被上海打出一波10-0的攻势，最终让上海顺利晋级。这场比赛让所有球迷目瞪口呆。随后，上海与江苏的假球丑闻迅速登上热搜，引爆篮坛。这一事件被称为极度丑陋的414沪苏假球事件。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要追溯到常规赛最后一轮，当时上海队对阵北京队，第3节结束时，上海大比分领先。然而，为了让王哲林刷分竞争 MVP， 上海依旧保留了大部分主力。最终，王哲林狂刷61分，将赛季数据提升至场均21.8分、11.7篮板，并顺利拿下 MVP。比赛过程中，北京球员因不满上海的羞辱，与上海外援布莱德索爆发冲突，双双被判禁赛4场。这次判罚为后来的假球事件埋下了伏笔。CBA 季后赛首轮采取3局2胜制，若正常比赛，上海队可以轻轻松松2-0横扫江苏，但这样一来，布莱德索将缺席下一轮对阵深圳的前2场比赛。为了减少布莱德索的缺阵场次，上海队决定与江苏打满3场。于是上海队开始了一系列骚操作。在第1场中，上海轻松赢下24分，击溃江苏。
第二场，上海的各大主力因伤缺阵，最终凭借替补球员的表现顺利输球。赛后愤怒的上海球迷围堵球队大巴，高喊李春江滚出上海滩，更要求退票。第三战中出乎意料的是，此前表现羸弱的江苏队竟然与上海打得有来有回，比赛进入最后2分钟，江苏依旧领先4分。此时上海队主教练李春江坐不住了，因为比赛显然偏离了默契的轨道，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江苏外援布莱克尼后场接球时左手被运，但右手不接球，直接送给对方一个抢断，还赔上一个犯规。接下来江苏队发底线球时，直接把球传到了对方球员手中，再次将球权拱手相让。随后江苏队又出现发球失误，让上海打成反击。最后布莱克尼在中圈被吹回场违例，还因为抱怨裁判判罚被罚一个技术犯规。在短短的90秒内，江苏连续出现5次离谱失误，上海从落后4分瞬间反超4分，最终以108比104淘汰江苏晋级。最让人无语的是，江苏队总经理在球队输球后竟然坐在场边捂嘴偷笑，而主教练李楠则坚决不叫暂停，声称相信球员们可以自我调整。赛后网络上一片骂声，球迷们愤怒地表示，这样拙劣的表演简直是把球迷当傻子。2天后，顶不住舆论压力的篮协被迫开出了历史级罚单，以消极比赛为由，取消了上海与江苏两队的赛季名次，削减500万经费。李春江被取消教练资格5年，李楠则为3年，而江苏总经理史林杰也被限制从事篮球相关活动5年。处罚公布后，许多球迷直呼大快人心，但即便如此， CBA 联赛的公信力也已经成为了笑话。第三届，女篮剩33分拿亚军。试想一下，如果对手拥有一位2.27米的大中锋，而我方球员平均身高仅为1.6米，正常情况下肯定很难打赢这场比赛。那么如何制定比赛规则才能确保即使在决赛输球的情况下依旧能够获得冠军呢？如果你想不到答案，不用担心，因为中国青少年篮球联赛的领导们已经为我们展示了这一高招。2023年8月，在中国 U17 女篮决赛中，山东队中锋张子宇凭借出色表现，狂砍30分21个篮板，率队以96比63大胜浙江，足足赢了对手33分。然而赛后的结果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山东队仅获亚军，而浙江队反倒成了冠军。这种离谱的剧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问题出在评分机制上，决赛成绩仅占总分的 75%， 而剩下的 25% 则由体测成绩占 15% 和技术分占 10% 组成。这 25% 的附加评分给了比赛规则相当大的操作空间。考虑到张子宇身材高大，但移动缓慢，弹跳能力有限，评分机制中体测项目的设置显然对他不利。体测内容包括折返跑、立定跳远和跳绳等项目，对于张子宇这样的大中锋来说，这些项目简直是噩梦，不仅让他无法发挥优势，反而拖累了整体成绩。山东队为了保护张子宇，决定不让他参加体测。然而根据比赛规则，不参加体测的球员将按0分处理，这直接导致山东队在技术分排名中仅位列第5，体测名次更是跌至第10。反观浙江队在这2项评分上都名列前茅，最终综合得分超过山东队，拿下了冠军。这场比赛以体测数据而非实际比赛结果决定最终冠军归属，实在让人大开眼界。即使放眼整个篮球历史，这样的情况也是极为罕见。第二届男篮世界杯致敬中国男足。原本最让中国球迷期待的男篮世界杯，最终却成了一场笑话。号称亚洲第一联赛的 CV 派出的球员，在国际赛场上毫无对抗能力，最终的惨败甚至让他们连奥运资格赛都无法进入。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那张领导慰问图，当时正在酒店休息的男篮队员们突然接到通知，要求他们到大厅集合。规划球员李凯尔还以为要进行特训，赶紧穿好球鞋，结果到了大厅才发现其他人都穿着拖鞋，大家站成一排听领导讲话3分钟。这阵仗绝对是李凯尔这辈子第一次见到的特训，当然最后还得拍张合影，以表示领导对本届比赛的关心和重视。至于比赛结果是否让领导满意，那就不得而知了。小组赛首战中国惨败塞尔维亚42分，赛后博格丹诺维奇嘲讽道，打中国队没有压力，但接下来的对手要重视。他说，南苏丹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但他们有很多真正会打球的球员，而波多黎各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总是很难被击败，他们知道如何正确的打比赛。这番话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男篮没几个人会打球。第二战对阵南苏丹，中国队被对手的15记3分打懵，末节彻底崩盘，以20分之差落败。最搞笑的一幕出现在第2节，周琦罚球时第一罚短了，第2球调整后结果更短，直接出现罚球
球3不沾。赛后南苏丹规划后卫琼斯表示，中国整体打得不错，但没有哪个特别突出的球员，换句话说就是整体有点配合但不多，并且补充道，我不是在针对谁，在座的各位都很菜。值得一提的是，南苏丹可是一个连室内篮球场都不多的国家。第3站对阵波多黎各，结果依旧不出意外，中国再次遭遇惨败，输了18分。整个小组赛下来，中国男篮经历了揭幕战、生死战和北京站的一系列惨痛失败。作为 CBA 联赛的2届 MVP， 单场狂刷61分、14篮板的王哲林，在这3场比赛中场均仅得到了 3.7 分和4个篮板，投篮命中率仅为 40%， 罚球命中率更是只有 37.5%， 场均正负值为负 17.3。 最后的排位赛中，中国男篮先是艰难的以7分优势击败安哥拉，但在收官战中又狂输菲律宾21分，最终成为克拉克森4分钟内狂砍20分的背景板，彻底无缘奥运会。更尴尬的是，菲律宾主教练在赛后采访中表示，自己只是要求球员们开心打比赛而已。世界杯结束后，中国男篮在32支参赛队伍中排名第9名，几乎让人想起了中国男足的表现。这一届世界杯无疑是对中国篮球的一次巨大讽刺。第1届 NBL 5罚1制陕西退赛。2023年9月，在中国 NBL 联赛总决赛中，安徽文一主场迎战陕西信达。比赛第4节还剩3分37秒时，陕西队因为遭遇严重的裁判黑哨，决定全员退场。裁判随即宣布安徽文一以20比0获胜。尽管 NBL 是 CBA 下面的4级联赛，但这场比赛的风波却引起了篮协的高度关注。篮协副主席兼 CBA 董事长徐继成高坐在看台嘉宾席，而另一位副主席龚鲁明则坐在安徽替补席上督战。他曾担任安徽文一队的董事长，这种安排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面对这样的局面，裁判如何能不给面子呢？比赛第1节就出现了多达7次的错判误判，且都是对陕西不利。尽管如此，陕西在第4节时仍以90比85领先。然而裁判突然开始对陕西队展开一系列苛刻的判罚，防守连续被吹犯规，一个正常的转身过人被判走步，内线进攻被判3秒违例。陕西教练团因表达不满被吹了4次技术犯规，主教练和领队也被驱逐出场。这时安徽队获得了罕见的5罚1制，连续罚篮5次，迅速将比分反超。第4节还剩下3分37秒时，陕西队落后6分，队员们接到退场通知，纷纷离场。安徽队还以为这是暂停，继续在场边布置战术时，陕西队已经彻底退场。这一幕让台上的徐继成脸色难看，而旁边的球迷则是露出了讽刺的微笑。陕西队的退赛让赛事尴尬不已，随后篮协迅速开出了罚单，陕西信达被罚100万，并取消了赛季比赛成绩。安徽文一被直接颁奖，成为了总冠军。对于裁判的黑哨问题，篮协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处罚，仅公布了一份裁判报告。报告显示，全场共吹罚70次，其中错判13次，错判率高达 19%。而报告中最离谱的是提到安徽对陕西8号球员犯规，但8号球员实际上根本没有出场比赛。可见这份报告草率至极，显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